猪抬头是想吃人。我就是个爱网购的小女孩，至于穿进古代荒年还遇到天崩开局吗？恭喜您成为拼夕夕新用户。拼夕夕，物品价格还都是铜钱单位，可袁氏的钱都给儿子了，身上一文没有啊！等等，这是先用后付。初始额度500文，按时还款可提升额度，逾期将扣除信誉分并冻结部分功能。500文，先不管了，能救命就行。菜刀一把，19.9文，确定支付。也不知道老太婆死了没。猪死了！死老太婆，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不死！从今往后，你就给我住在这猪圈里。这就是原身的好儿媳，故意3天不给猪喂食，把猪饿到发狂，存心等着原身被猪活活吃掉。你个老不死的，居然敢把猪杀了！这可是全家的命根子啊！原身忍你，我可忍不了！杀人了！死老太婆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老太婆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娘，有话好好说，怎么还动上刀了？哼！媳妇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猪怎么死了？你娘丧心病狂，把用来抵税的猪杀了。刀很好用，杀猪很利索。检测到好评，返现10%，已到账1.5文。好评返现，虽然只有1文半，但积少成多也是一笔收入啊。我在现代薅羊毛10年，到了古代可不能丢了这手艺。娘，荒年里好容易靠着草夫才养出的一头猪，你居然杀了！这下儿子想护着你都不行了。护我？你要真有这份心，你媳妇把我推进猪圈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我不知道这回事。贵芬她……这就是原身视作性命偏爱的小儿子。够了，娘要不是被你们逼到他这个份上，怎么可能杀猪？原身这个大女儿倒是孝顺至极，只可惜原身丝毫看不见。妈的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！克死丈夫被赶回娘家的丧门星，就该死了干净，还有脸活着！娘，你从小到大你都没打过我。死老太婆，你居然连你儿子都打，你这个当娘的！弟媳一向厉害，从来都是他打娘的份儿，娘何时还过手？真好，今天运动量超额完成了。娘，我饿。面黄肌瘦，一身的皮包骨，能不饿吗？娘，小孩子胡说的，你千万不要卖他。老娘谁也不卖。皇帝昏庸，奸臣当道，天灾连着人祸，各地已经有人揭竿而起了。再过不久，这片土地只会生灵涂炭，得好好想想怎么在这个乱世活下去。饿了，搞点吃的。只能先吃这个了。过来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拉钩，拉钩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，变了的是小狗，变了就天打雷劈。这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这么难吃吗？娘，我也想滚！这个是牛奶，小孩子喝了长身体。现在外面水井都干了，这东西还是给外婆喝吧。
外婆，我不喝，你喝。婉拒了哈，我奶制品过敏。所有人，村口集合！小妮，这是干什么？活祭求雨啊！咱们宋家村已经2个月没下雨了，活祭求雨刻不容缓。现在，每家每户都出一个孩子。大姐，撒手！弟妹，我家闺女不是人吗？你也是女人，也有孩子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我生的是儿子，跟你可不一样。如果要烧死我闺女，就连我一起烧死好了。不就是为了点水吗？至于连孩子都不放过，要是……各位，都听我说2句。你们祭祀是为了求雨，求雨是为了水。要是有水，一切不就都迎刃而解了吗？你说的容易，谁知道老天什么时候降水？这是肥羊啊！宝山老爷此言差矣，这种小事儿何必惊动老天爷？您要水，可以从我这儿买啊。实不相瞒，2个月前我夜观天象，预测到有大旱，就开始提前囤水了。只要老爷您出得起价，这水您要多少我有多少。你开价吧。这一瓶依云矿泉水，我从拼夕夕进价是10文，卖它100文不过分吧？一瓶100文，宰太狠了！早知道就不这么狮子大开口了，要不给他便宜10文钱？大妹子仁义呀，竟是老夫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，惭愧。这是10两银子，我先买100瓶。大妹子此番高义之举，老夫铭记在心，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知会一声便是。我刚刚是狠砍了他一笔没毛病吧？这世道，奸商都能被夸仁义。一共100瓶，宝山老爷，钱货两上，咱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秀英嫂子，求求你给我的孩子一口水喝吧，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。秀英，你看这……我这人最讨厌被人跪，你现在起来，咱们还有的谈。这些村民虽然出不起高价，但胜在人数不少。1文钱1瓶的水露，就算我成本价卖他们，也能赚个好评返现。蚊子再小也是肉，哪有嫌钱多的？刚才卖宝山老爷的是高端山泉水，我还有一款普通的矿泉水，限时折扣1文钱1瓶，要买的排好队，谁要是急我就不卖了。限时折扣是啥意思？管他呢，1文钱1瓶啊，还不赶紧排队！都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，别挤。这水比平时喝的清甜嘞，咋可能这是普通水？秀英肯定是为了让咱们普通人也能喝得起水，才故意这么说的。返现到账20文。论薅羊毛，我可是专业的。这是干啥？秀英，你是好人，俺们以前都误会你了。秀英嫂子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，俺这辈子都念着你的情。俺也是，俺也是。楚大娘，我身上1文钱都没有，但我可以给你干活。
我能种地喂猪。我会编竹篓，我会裁衣裳，我会砌墙。这放到现代都是蓝领啊！大家跟我走。来财没有限公司。没错，这就是我要带大家干的大事。从今天起，咱来财公司正式成立，福利待遇朝9晚5，双休不打卡。秀英，啥是双休？朝9晚5不打卡啊？就是干5天活歇2天，天亮起来干活，中午歇2钟头，太阳落山就回去，不用点母。至于工钱嘛，公司初创阶段资金紧张，不过1天3顿饭和水还是能保障的。没想到有朝一日也是让我坐上这万恶资本家了，屠龙少年终成恶龙，呜呼哀哉呀！俺没听错吧？1天3顿饭还有水？秀英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啊！我要加入！我也要！送我一个！带我一个！我也要！算我一个！楚大娘，咱们真要在这种高温干旱的天种地吗？这么热的天又不下雨，种子种下去不出3天就旱死了。当然不能直接种，我们今天的主要工作是挖蓄水池。在菜地附近挖好坑，再附上这种雨公膜，就是蓄水池。地表水虽然干了，但地下水还在。老井、河床低洼渗水处往下挖出地下水之后，用这种手动抽水泵把水抽进蓄水池。一个蓄水池能存9吨水，够浇4、5亩地。楚大娘，现在水是蓄好了，可太阳这么毒，浇在地里没一会儿就全部蒸发掉了，苗还是活不成啊！大家跟我来。蓄水池上盖这种黑色的朝阳网，可以防止水蒸发掉。土里拌饱水剂，浇水后太阳晒不干。种子不要直接下地，提前进水催芽露白了再种。水每天傍晚浇，蒸发最少。记住每棵苗只浇根部。天爷啊，这真是干旱天种出来的。秀英姐，我们今天在县城卖菜，碰见李县令了。李县令想见你，我就擅自把他带来了。楚娘子，老朽新平县县令李长娘贸然登门，还望楚娘子勿怪。李大人言重了，不知您到此所谓何事？楚娘子能令旱地起绿旗，真乃神仙人物啊！不，大人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李大人误会了，我可不是什么神仙，这些就是用了高产抗旱的种子，再加上撒化肥增产壮苗，很简单的。高产抗旱种子，化肥。这些菜种是筛选出来的优良品种，抗旱性强。这是化肥，帮土地补充氮磷钾的。缺氮植株矮小发黄，缺磷开花少易倒伏，缺钾叶焦枯。有了化肥，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。如此奇物，定然价格不菲。楚娘子，不知这种子和化肥价值几何？商机啊！李县令肯定不是单为他自己买。若沟通合适，由官府出面将我的化肥和种子推广给全县百姓。李大人，我这种子和化肥确实是高端货，价格也不便宜。不过您都亲自来问了，我看在您的面子上，怎么也得打个折。这样吧，这些菜种我给您5文1包，化肥10文1包，您看行吗？啥？果然还是太贪心了吗？这些菜种进价就1文1包，好像是有。楚娘子，您说的是真的？这种子5文钱1包，化肥10文钱1包。
县令难道是被我叫的高价吓哭了？楚娘子，老朽我替全县百姓谢过你。楚娘子高风亮节，老朽钦佩不已啊！楚娘子，这是5万两银票，能买多少化肥和种子，你看着安排吧。多少？5乘以0.8等于4，1乘以0.1等于0.1。净赚4万两，加好平返现1000两，一夜暴富原来就是这种感觉，发了！楚娘子，是没有这么多化肥和粮食吗？没关系的，有多少老朽买多少就是。大爷，不是老板，呸！老爷您误会了，种子和化肥您要多少我有多少。明天一早我就让人把5万两的货送到您衙门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老登不会是要反悔吧？楚娘子，我看你这村里应该还有不少皇帝打算开垦吧？不知还缺不缺人手？不是撤单就行，是挺缺人的。楚娘子，实不相瞒，老朽还有一事相求。新平县外的流民已经有数百之众，城内实在容纳不下了。可若不管，迟早会出乱子。流民物资那么丰富，我又刚得了一笔进项，若再有足够的人手，不就可以把各种物资都售卖出去了？甚至修路通路商也不成问题啊。只是李大人，来倒是可以让他们来，只是我现阶段资金实在周转不开，他们要来的话，我只能提供1天3顿饭，您看行吗？1天3顿饭？楚秀英啊，楚秀英，这种待遇你也好意思说出口？你真是越来越无耻了，我打心眼里唾弃你。楚娘子果然是高风亮节，扶贫济困，收容流民，老朽自愧不如。此次回衙门后，老朽必定修书一封，将楚娘子的义举上达天听，让刀比利为楚娘子著书作传。高风亮节，扶贫济困，这说的是我。想必李县令都跟你们说过了。县令说你这儿招工，给你干活你就管俺们饭。夫人，你别看俺现在瘦，俺吃饱了能举起一头牛。俺也有力气，俺什么活都能干。都安静，放心，你们每个人都有活干，也都有饭吃。放饭。诸位，伙食是一般了点儿，但绝对管饱。你们放心，只要你们好好干，以后福利待遇只会越来越好。一般，这年头只要是能填进肚子里的东西就成，还管它好赖。不过这种食具倒是没见过，也不知能装多少稀粥。肉，居然有肉，这么大块的肉，还有白米饭。天哪，这辈子俺都没吃过白米饭啊！这叫一般。好汉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果然是嫌伙食差吗？脸色都这么难看了。敢问夫人，何以养死士？你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啊！什么养死士？你见谁家养死士修路的？修路？对，就是修路。你们一边吃，我一边说下你们的工作。工作内容就是修路。工作时间做5天休2天，天亮出工，天黑收工。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休息1个时辰。啥？干5天还能歇2天？上午还能歇那长时间？天黑就收工了？还说不是在养死士。我要你们修出从宋家村通往周围5个邻县的路，宽度要能让2辆牛车并排通过。为了避免撞上秋运，这5条路要尽量赶在1个月内竣工。夫人，1个月的时间无论如何也修不成的。是啊，夫人，俺以前被官府征过修路，5条路还要让2辆车能并排通过。我们这些人就算日夜不休，起码也得半年才能完工啊。而且在正式动工之前，勘测、画图、设计路线的工作也要耗费不少时日。听起来你很专业吗？不才，在下曾任工部主事。那正好，你带着他们今天就开挖。这种制图方法从未见过，但看得出来很专业。夫人，绘制这图的
不知是何方高人。不才正是区区在下。谁能想到啊，大学学的天坑土木，到了古代反而有用武之地了。可即便有了图纸，今天就开始施工，至少也要半年。哎，这一看就是有钱人，啥也不懂，瞎折腾。图纸肯定也是找别人画的，你就别再说了。反正管饭，他让干啥咱们就干呗。夫人，木铲石夯在哪儿领？木铲石夯就是用来铲土砸地基的。这都不懂，看来真是有钱没地儿花，来过家家的。这是铁，都是铁器呀！这些奇奇怪怪的是啥？虽然形制新颖，但基本都能猜到是干什么的，唯独这个。夫人，这是面粉吗？不是不是，这可不能吃。正好我给你们演示下怎么用。你们如果遇到了像这种移不开的巨石，先在巨石表面钻一些孔隙，然后把调配好的岩石膨胀液倒进去，等着就行了。夫人，您到底要我们看什么呀？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都愣着干嘛？看明白了就开始。我们的任务要在1个月内完成。Go go go， 动起来！东家，5条路的清圮工作都已经完成，接下来是铺路，大家按我教的做。就算100年后，这5条路也是货压不塌、水泡不烂、雨冲不垮。压不塌、泡不烂、冲不垮，还100年，东家也太能吹牛了，还望东家赐教。像这样，底层铺大石块排水防尘，中层用碎石加石灰水泥混合料稳定抗压，上层铺细砂石平整好走。对了，路面要记得揪成中间略高、两边低的鱼嘴形，避免积水。石灰吸水后变坚硬，水泥更是遇水硬化，越泡越结实。要是这样修，说不定真能修一条100年不坏的路。既然都听明白了，李工，你带着大家伙开始吧。是。1个月，5条通往不同县的路，竟然真修成了。东家，扣掉成本和人工费，现在5条商道平均每天的利润基本已经稳定在了100两。东家，如今路已经修成，除了咱们的商队，其他周边各县各村落的百姓商贾，少不得也会带着货物上路。属下建议，或许可以在各个路段设置驿站，适当收费管控。现代收费站，对啊，差点忘了还能收过路费呢。不错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以新平县为大本营，借助5条商道，日渐将周边5个县的经济命脉牢牢掌控。如此，割据之势可成啊！属下定不辱使命。不就是设几个收费站，至于这么激动？你自去挑一部分人手。是。东家，原先咱们这些人里，200人被组成了商队，100人跟李大人走了，我们剩下这些人做什么？求您别遣散我们，我们都很能干，很能吃苦的。放心，你们的去处我已经有安排了。你们当中有过养牲口经验的，往前一步；有3年以上养牲畜经验的，再往前一步；有10年以上经验的，再往前一步。东家，俺以前是给军将养马的，养了10多年，也养过鸡鸭鹅猪，
算是半个兽医。军营、养马，这些流民里人才真不少呢。可惜平西西里压根买不到小马苗，不然卖战马那来钱多快。从现在起，我就正式任命你为咱们来财集团畜牧部经理了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回东家的话，俺叫冯巧姑。冯经理，我很看好你，这些人以后就归你管了。你们的任务就是在后山这块地界把畜牧业搞得红红火火，有没有信心？他管咱们？这么突然？有。大点声。有。很好。这是我初步绘制的草图，养生臭前，咱得先把它们的窝打好。这几个地方靠近农田，分别建鸡舍、鸭舍、猪圈，方便后期粪便发酵好了往田里堆肥。这块靠河，直接引水过来，挖个池塘养鱼虾。东家，俺也养过鸡，多的时候养上百只鸡，可俺从来没见过这么养鸡的，让鸡都住在这些小笼子里，也不放它们出去跑，不让它们去地里刨食，那得多吃掉多少粮食？粮食还是其次，这样密集的在房舍里养鸡，风也不容易流通，万一有一只染了病，那可是一死一片的。这你们不用担心，山人自有妙计。先照着图纸把鸡舍、鸭舍还有猪圈建好，池塘也挖出来，后面的事儿后面再说。是。轻点搬，那箱鱼虾放稳了，别洒了。这些小家伙和以前见过的那些鸡倒是不一样，看着活泼得很呢。那当然，这可是我精挑细选搜罗来的。这种的叫白羽鸡，是专门长肉的肉鸡，40天就能出栏。这种叫海蓝色鸡，专管下蛋的蛋鸡，一只鸡1年能下300枚蛋。东家这肯定是被人骗了啊！哪有鸡能40天出笼，1年下300个蛋的？那骗子说这么离谱，东家也信。冯经理，您得跟东家说说啊，东家不懂，可咱们懂，咱不能坐视东家被骗啊！都别愣着了，把这些鸡鸭猪还有鱼虾都放到该放的位置，Go Go Go， 动起来！都动起来吧！这么闷热的天，把这些小鸡都关在这么小的地方，连点风都透不进去，可怎么受得了？东家，您来了。之前让你们给屋顶留的洞留了吧？留了，可那一个洞也不顶事儿啊，还有那些窗户跟细条似的，也太窄了，要不再弄大点儿？不用，找人架梯子上屋顶。啊，扶稳了，别晃。东家您放心，稳着呢。好了。这是哪儿来的风？这么大的风！天爷，竟真有呼风唤雨！这是啥玩意儿啊？冯经理，东家，那个叫太阳能风机，里面装的有蓄电池，白天有太阳的时候，蓄电池里就会充电。这个电可以让风扇转起来。这是遥控器，开关在这儿。这是调风力的。冯经理，我说的话你都记下了吗？都记下了，都记下了。神仙，不，东家，我不是神仙，这是科学。科学是哪位大仙的尊号吗？科学大仙在上，请受草民一拜。哎呀，你们起来，你们回去工作吧。谢东家。这些人破除愚昧之路，任重道远啊。这些东西你都得学会用。东家，这些都是啥？这是常温疫苗和抗生素。疫苗是预防疫病的，用这个注射剂针头扎进去打。抗生素是治病的，注意疫苗接种前后3天不能用。前后3天，记住了。东家，您给的那个叫疫苗和抗生素的东西真是神了，这些鸡精没一个闹病的，才40天就已经长这么肥了，完全可以出栏了。确实养得不错，这些白羽鸡一半直接拉走运往5个县城售卖，
另一半今天全部宰杀。东家共有1000只呢，一半全宰杀的话，最多只能放1天，要是卖不完就臭了。按我说的做吧，召集人手。是。东家，好不容易才养出牌的鸡，没必要把一半都杀了吧？就算一时半会儿不能全卖出去，继续养着也浪费不了多少饲料啊。是啊，东家，就算您把这些鸡杀了，做成风干的，是可以保存3、5个月，可味道也变了，又咸又硬，还怕潮怕虫，比不上活鸡能卖价啊。就是，东家再想想吧，风干真不行啊。诸位，我把这些鸡杀了，可不是要做风干。不风干，总不能是油封吧？油封味道能稍微好些，可储存携带就不如风干方便了，而且也就是顶多保存3个月。今天我要教大家的是做罐头。罐头，从来没听说过。罐头，那是啥？从来没听说过。啥是罐头啊？你听说过吗？没听过。听东家的意思，这罐头能比风干和油封都要好。bingo， 答对了。冰狗是啥？将鲜肉制成罐头，不仅保质期更长，能大量储存，而且保质期内口感几乎能做到与新鲜食材没差。除此之外，还不怕潮不怕虫，携带也方便。真能有这种好东西？如果真有这种东西，那岂不是最好的军粮？接下来我先给你们演示一遍。新鲜宰杀的鸡变成鸡肉罐头，拢共分3步。第一步，先来给鸡肉做个马杀鸡。第二步，高温蒸个桑拿。第3步，等2刻钟，倒靠排气。放凉后可以保存1年，要吃的时候直接打开就行。这就可以了。确实容易携带，就是不知味道如何。分给大家尝尝。这滋味比酒楼大厨做的还要好。如果真能保存1年不变坏，那这罐头的价值将不可估量。不可估量，东家。是，我这也算是提前开启了预制菜时代吧。果然，如今这世道四方都在揭竿而起，东家本就不是凡俗，又特意研制出了这适合做军粮的罐头。逐鹿之心，不言自明。东家，是属下愚钝了，居然现在才明白。东家放心，属下必定全力支持您的大业。大业？对，我可是要建成一个古代商业帝国的，怎么不算大业？从今天起，属下就带人下山，去周边搜罗看有没有合适的马驹，全力给东家您养马。养马？是了，牛车骡车的运力肯定比不上马车来得快啊！养马好，此事就全交由冯经理你负责，我看好你。是。外婆，县老爷带着好多官差来咱家了，娘让我来叫你呢。官差这时候来干嘛？带好多官差，这县令老儿是想干嘛？东家，您做生意这么久，有给衙门交保护费吗？保护费没有，李县令是个清官。这年头还有清官？东家，都这世道了，当官的能有几个清廉？乱世要保命，可不得趁着还有点权力狠狠捞钱。就是乱谁还讲清官啊？还是小心点好。这些狗官除了与民争利，还会做甚？肯定是看东家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坐不住了，想要来分一杯羹。东家，咱们这么些人还怕了他了？我们跟你一起去看看这狗官到底想要干嘛？对，一起去。也好，去看看李县令到底要干什么。娘怎么还不来？老太婆，当初那么狠心跟咱断了亲，现在可好，遭报应了吧？他把我赶出家门，就不再是我娘了。咱们只管看戏就是。我早就说了，
处室内钱来路不正，他做的那些生意也不干净，官府可算来抓人了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清水妹子在隔壁村的钱婆母吗？怎么跑我们村来了？谁知道啊？听说他半个月前厚着脸皮上门想跟秀英嫂子攀关系，还大放厥词，出言不逊，结果被打了出去。呀，这脸上的伤都还没好，怎么就出来见人了？莫不是还想讨打？这群蠢货居然还帮楚氏说话，楚氏现在富得流油，他们就一点不眼红吗？李大人，不知李大人光明寒舍有何贵干？主事秀英接旨。哟，看来犯的事儿可不小啊，都惊动圣旨来抓他了。奉天承运皇帝敕曰：朕闻新平县处士女秀英虽出田亩，然县种施肥，赈流爱民，木工修路，济困惠乡，实乃巾帼贤良，邻里之表，特封尔为新平县君，以示嘉奖。钦此。楚县君，接旨吧。这县君的身份能有啥用？县君，他处是一个泥腿子，凭什么？县令老爷是不是搞错了？他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认，他有什么德？应该抓起来蹲大牢才是。娘，你还真是虚荣，为了买这些虚名，花了不少银子吧？你们懂什么？别的不说，单说秀英嫂子花钱给村里修路这一件，他就该当这个县君。我啥时候给村里修路了？我不是给我自己修的吗？就是，自从这路通了以后，俺们去其他县卖货也方便了，多出不少进项，肉也吃得起了，其他县的商贩也进得来了。现在宋家村热闹都快赶得上县城了呢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不少以前是县城里的人都在往咱们村子搬呢。东家，您这些日子都待在后山上，不知道，确实是这样。大家都说您宅心仁厚，花了那么多财力物力修路，才收他们1辆车6文钱的过路费，是活菩萨呢。不是，过路费难道我还能收60文吗？这也夸。贪污县君，以下犯上，把这3人全部抓进大牢。是。哎呦，急什么急？不是的，都是误会，真是误会。娘，我错了，我不想蹲大牢啊，娘。县君原来是这么个用法。此番多谢李大人为我向朝廷进言了。这都是老朽分内之事。这是楚县君打开看看便知道。哟，宋家村后的这座山名叫秀峰山，山腰有一座行宫，原先是前朝王爷居住的，现已荒废许久。朝廷恩典将这座行宫也一并赐给楚县君了。那座行宫我在后山也见到过，可一点也不破败，真就这么给我了？楚县君的功绩一桩桩一件件着实不小啊，朝廷重视也是应该的，县君安心收着便是。老朽还要带人去加固堤坝，就先告辞了，回见。李大人慢走。第一次见面是5万两银票，第2次见面是行宫。这李县令问我，东家，朝廷这是看到您有割据的苗头，防患于未然，提前招安呢。割据？谁？我？不，我干啥了我就割据啊？我就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小老百姓，朝廷怎么能这么误会我？是，东家从未有不臣之心，是朝廷误会了。不管了，下次见到李县令再解释。走，叫上其他人，跟我去瞧那行宫。不愧是皇家宫苑，占地也太大了，气派。打眼一看是挺完整，但要修缮的地方不少，这些杂草也都要除。抽调50个人手过来的话，大约1个月的时间可以翻新完毕。那东家1个月后就可以带着清水小姐们搬进来了。这行宫是大，可也太大了。据我和清水还有小妮住进来的话，李公啊，我另外有个想法。什么？这么大面积不能浪费了，干脆建成公司大楼，实现利用最大化。这是公司大门，到时候就挂上牌子，来财没有限公司。
这儿是董事长办公室，也就是我的办公室。这边依次是财务部、行政部、农业部、工程部、畜牧部。这边盖员工食堂、员工宿舍。后面这块空地建几个球场，什么篮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场都凑齐。工作之余也该放松放松嘛。不是，咋都这副样子？工作量有点大了，不过不着急，可以慢慢建嘛。东家，这行宫是朝廷赐给您的，理应您自己住，您却用来给我们建办公区域还有宿舍。东家，石头不仅这辈子，下辈子、下下辈子也要给您打工。东家对我等关怀备至，我李刚必定誓死相报。誓死相报，誓死相报！我不就是提供个办公区域和宿舍吗？一群人喊着给命文学是要搞毛线？大家有心了，有心了。外婆，你咋不开心嘛？你看那些云像什么？像扯烂的棉絮，而且周边发黑，黑的发亮，像旧棉絮。外婆，这些云好像一直在飞，哎，飞得好快。棉絮乱飞，洪水淹桥啊！外婆，你看出彩虹了，好粗壮，好艳丽的彩虹。李工，这间屋子里有雨衣、雨鞋，还有雨伞，你组织大家领完就各回各家猫着吧。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。是，东家您推测的不错，河里水位一直在涨，按照这涨势，最迟平水就要漫出来了。前面2个月不下雨，这一下起雨来就像是天破了个口子似的。最近这几年真是什么怪事都赶上了。咱们养的那些牲畜倒还好，都在后地势还算高，可地里那些菜和粮食已经安排人在抢收了，就是那些晚稻1个多月才插的秧苗，离成熟还有日子。不好了，地毁了！快把粘土堆上去！刚堵上的粘土捉上来了！堵不住啊，水流太急，粘土很快就被冲走了。禀告大人，船上已经载满石块了，沉船！俺的秧苗哟，本来想趁入冬前收点粮食，这下全毁了。雨不停，洪涝只会越来越严重。现在淹的是咱们赵家村，恐怕很快整个新平县不能幸免了。李大人，沉船堵口只能稳一时，水流太急，这种情况下堤坝刚修上就会立即被冲垮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谁能想到今年的汛期不仅推迟了，还如此猛烈？老天啊，难道非要置我新平县百姓于死地吗？李大人，依我看，赌不如输。输？往哪输？怎么输？这4周可都是稻田。挖渠，牺牲10至1/2的稻田改建水渠，挽救剩下8、9成稻田。李大人，这笔商议，您难道算不明白？楚县君，挖渠哪那么容易？等水渠挖好，县里也早被淹完了，根本来不及。这是天要亡我新平。大人，依我说，咱们还是赶紧组织百姓准备撤离吧。我不走，我家的田地屋子都在这儿，我死也不走。逃到别的县难道就容易吗？这2年哪处的天灾断过？东家，咱要准备撤吗？虽说这些年各地灾害不断，但都没有眼下新河县的情况危急啊。摊子都铺在这儿，撤了可就亏大了。何倩，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呢。传令下去，让全县百姓都尽快收拾东西，准备撤离。都闪开！这是何物？果然是仙人手段。这肯定是不知名的神兽，你们看，它还会吐息呢。破除愚昧，启发明智，要抓紧提上日程了。今天能被推上神坛，明天就能被绑上火丝刑架。还是先挖渠要紧。能动的动起来，一部分提前去开路，清理石头和杂草；一部分人跟在我后面，修整渠坡，压实渠堤。李县令，大家都动起来！天不亡我新平县，不，替我新平县，是他救了全县百姓，他是救世主，是饥荒、干旱、洪涝是了，我早该意识到的。县君大人，今天还得劳烦您驱使着神兽在这一块再挖一道渠，如此洪水就彻底不足为患了。说多少遍了，那不是神兽，那叫挖掘机。现在外面都传开了，您瞧瞧，有兽鸦其状如铁喙，玄身雷谋，识途引滩，见则其意，大水当至。你写的？不，是县衙的书吏。岂有此理！会写书了不起吗？会写书就能胡说八道。
这书流出去了多少本？你全部重新搜索起来烧掉。宪君大人，莫非是不想让人知道您神仙的真实身份？我本来就不是神仙，这些都是科学 science。你们看到那个能拉土的大铁盒子，它其实就是……我跟你说不明白，这东西一天一夜它也说不明白呀。这就是科学。仙家功法。这个李县令不仅目光愚蠢，脑子也愚蠢啊！捧着物理书说什么仙法秘籍，翻开看10分钟，第1页都没看完，还差点睡着了。就这是科举选中的，要钱不要命的疯子，都别管他。大人，丢了就丢了吧，性命要紧啊！这么大的箱子，里面装的是金子还是银子？要是金子，那得值多少钱啊？够，美森误我！在下戚云云，多谢夫人出手搭救。这箱子里装的该是金子吧？并非金银之物。不是金银，也值得豁出命去捞。不过是一些古籍残卷罢了，对在下而言无价。所以此番很感谢夫人，我戚静云欠夫人一个人情。还以为是什么？为什么每个字我都认识，凑在一起我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了？嘲笑我？你也看不懂我这仙法？怎么研究出什么了？夫人，不知这位叫牛顿的先生是何许人也？夫人。你别问那么多，你就说这仙法你看懂了多少？他若真把此书当成什么仙法，就证明其与理智性一般愚钝。我可不需要2个理智性。求仙问道之法讲究玄而又玄，如云山雾罩。然在下观此书，不似仙家玄谈，倒似匠人尺规。一字一句具有实据，所论之事皆在地上，不像云中。依在下之见，求仙道，不如求手中之道。此物莫非就是依据书中道理而成？比起所谓的神兽传言，倒是更贴近机关术一道。戚静云，静云啊，你先在此等我。你等我挖完渠再来找你，可千万不要走。东家是说这位是您在挖渠时捡的，我怎么觉得有些面熟？巧姑，你看见一个长得好的，都要说人家面熟吧？东家，我是真觉得在哪儿见过，一时竟想不起来了。你可知我带你回来是为何？这一片可都是我的人，你就不怕我对你不利？楚县君名声远扬，在下心中有数，知晓县君不讳。你知道我？一开始不知道，不过慢慢也猜出来了。楚县君高风亮节，义薄床天，在下自京城做了不少县君的事迹，心中十分钦佩。阁下是从哪里开始有听人说起我们县君的？入了广平郡，便隐约有听说，此后听见到的便越来越多。广平郡在江州，跟咱们怀州交界，东家的名声原来已经传到其他州了。名气大了也不至于这么激动吧？别的不说，买马定然方便了。买马的事儿你看着办就行，那方面你是行家。这些就是我让你来的目的。县局大人，多亏有您出手，如今咱新平县的水患已经彻底稳住了。这么多仙家功法。是啊，炼气筑基、金丹元婴的功法都有呢。戚大人，你们认识？前些年老朽在京城时，曾有幸远远见过戚大人一面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在军营的时候，有一次朝廷派宣抚使来，就是他。我当时也是远远的瞧了一眼。你来头还挺大。那些都已经是旧事了。戚某后来便专任问太子少傅一职，只是半月前，太子坠马而亡，戚某便自请置身还乡了。太子坠马？不
不说那些了，我看中的只是你这个人的脑子。做给我看。全对，这怎么可能？宪军大人，戚大人当年可是状元及第，连中3元呢。必须让这个人给我打一辈子工。这些书里的内容，或许会改变这个世界。楚宪军，戚某斗胆，请您允许我跟着你。要怎么开口留下戚依云呢？静云啊，我当然是希望你跟在我身边的，只是钱这方面，西景云的确是个人才，不知道他任太子少傅时工资多少，可千万别让我大出血啊！宪军大人，实不相瞒，戚某目前手头较为紧张，不知每月1万两可行？1万两也不是不行，毕竟高精尖人才放现代不也得年薪100万吗？行，1万两就1万两。太好了。这，宪军，可是束修有什么问题吗？束修？每月1万两的确是有些少了，毕竟这些书全都价值连城。除此之外，戚某再允诺宪军3个条件，不知可否？不是，你先让我捋捋。什么情况？不是我给戚俊云钱吗？怎么变成了他给我钱？这是让我遇见付费上班的了？感觉良心有点过意不去啊。静云啊，你放心，从今以后你就待在我这儿，这里的书你随便看。多谢。清水，刚好宋清田那间屋子现在没住人，收拾出来让静云住。是娘。原本还想招来戚静云后，让她负责教学工作，帮我启发明智，现在倒也不着急，正好这些日子让她把课本的知识都吸收透。从这里往下看，能看到大片农田。入了冬，本应物资匮乏，宪军这里却好似桃源仙境一般，人人安居乐业，怡然自得。这蛋鸡可真能下蛋，1天1个，每天光是鸡蛋都能收上千颗。可不是，按东家的方法养鸡，这鸡蛋不仅产量翻了好几倍，个头也大了许多，每次拉到县城都被一抢而空。东家给的这些书，什么怎样养好小鸡、科学养鸭手册、母猪的产后护理、水产养殖工程学，实在好用。现在大家养这些妹鸭猪啊，全都按照书上教的来，没想到效果这么好。这就是我们的食品加工厂了。走，再带你去参观下公司总部。东家，公司总部已经全部修饰完工，只等您亲自揭牌了。好。小七啊，这些日子你也没出来走动过，来，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。小七，你觉得我这公司怎么样啊？宪军，在下以为……还叫宪军？该改口了吧？你难道不是这个公司的一份子？是，东家。好，如此巧妙的就把戚静云彻底收编了，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让他给我打工了。东家，李知县带了一些人来，说要见您。那些人都是军营里的打扮。让人把他们请到会议室，我这就过去。竟真是个女人，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我还以为有3头6臂呢。宪军大人，这3位分别是江淮大营周副将、平昌郡驻守徐大人、顾须关刘大人。这些人里，要数这位3品的周副将，来头最大。新平县君楚秀英见过周副将徐郡守。久闻楚县人女中豪杰，非臣中物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啊！哼。不知2位大人前来所谓何事？县局大人，是这样的，江淮大营的赫连总兵有意向您购置一些罐头作为军需，特派周相将和军需官刘大人前来同您交涉，徐郡守和在下作为陪同。原来是送上门的生意啊！原来如此，我这罐头的名声都已经传到军营里去了吗？奇淫技巧而已，真想不通，总兵大人怎么会相信
那所谓的罐头能够保存1年不坏。楚宪军，我们此行前来，并不是与你做生意的。实不相瞒，军中物资有限，尤其是银钱，一厘一毫都不容浪费。因此，烦请楚宪军修书一封，亲自向总兵大人解释，你那所谓能保存1年不坏的罐头，不过是民间以讹传讹罢了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也就好回去交差了。周副将，恕楚某难以从命。楚宪军，你那些把戏，骗骗无知百姓也就罢了，你难道还真敢骗到总兵大人头上？江淮大营的10万大军可不是吃素的。商贾最是逐利，为了钱，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儿都敢做，直接让他在这认罪书上按手印便是。周副将，刘军须，老朽以性命担保，宪军大人绝非欺世盗名之辈。若在这子虚乌有的认罪书上按了手印，那宪军大人和楚氏商号的名声就彻底毁了。本官看你真是被此人蒙蔽太深了。来人啊！且慢，不就是向总兵大人阐清解释吗？何必动刀动枪？好歹楚某是朝廷亲封的宪军吧。楚宪军若早如此识相，我等也不至于大动干戈。按吧。啊！楚氏，你大胆！来人，立即拿下！周副将，火气别这么大嘛。本宪军之所以撕了这认罪书，也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是啊，本宪军方才看过了，这认罪书上写的相当潦草。你们不会以为只要按了我的手印，再拿去给总兵大人看，就能糊弄过去了吧？不然呢？哼，总兵大人特意派3品副进来督办此事，可见军中情况不容乐观啊。尔等领命前来，却阳奉阴违，没有办好总兵大人交代的事，只拿出一纸措辞含糊的认罪交差。你们是把总兵大人当成了吃屎的孩子吗？二位不要动怒，楚某是个粗人，说这么一大堆也不是为了跟二位吵架的。你们不就是要我向总兵大人澄清解释吗？与其信里解释，不如我亲自跟你们走一趟，当面向总兵大人说明情况。你愿意跟我们去军营？有何不可？今天就能出发。好，楚宪军痛快，只要你解释清楚罐头是以讹传讹，我会替你求情。那便多谢周副将了。进去了怎么说，你都明白。放心，已经打了好几遍复稿了。总兵大人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交代你们办的事如何了？启禀大人，末将和刘军须到新平县后，顺利见到了新平县主。只是新平县主告诉我等，那所谓能保存1年不坏的罐头，其实是民间以讹传讹。新平县主体谅末将等不好交差，主动要求亲自和大人您解释。新平县楚秀英见过赫连总兵。久仰宪军大名，快请落座。是我太心急了，不过想想也是，民间传言本就不该信为真，还劳烦楚宪军特意跑一趟。赫连总兵，关于民间传言，我楚氏商号的这些罐头吃了能令人疾病痊愈、长生不老，确实是子虚乌有。不过能够保存1年不坏，却是真的。你胡说什么？哪有传言说你这罐头能令人长生不老、疾病全消？刘军须没有听说过吗？那太好了，看来这谣言传得还不算广。楚宪军，我们带你来，分明是让你澄清1年不符的谣言。来之前你也答应好了的。是这样吗？周副将，可能你我沟通中有什么误会吧？毕竟我这罐头的确能保存1年不腐，这可不是谣言。将军，这奸商出尔反尔，他的话不能信啊！我这些属下不懂事，还望县主见谅。我早听说过您献粮救民、修路抗洪的事迹，心中十分钦佩。楚宪军人品贵重，如圣人降世。您所言，赫连硕绝不怀疑。是非在己，毁誉由人。有人认为我沽名钓誉，也有人真觉得我义薄冲天啊！我必不会辜负赫连将军这份信任。那好，楚宪军的各式罐头，我江淮大营共计采购100万份，这是1万两银票的定金。赫连将军放心，100万份生产日期崭新的罐头，待我回去后便安排人装车，并然如数送到江淮大营。还好我有拼夕夕这个大后方，不然短时间还真拿不出这么多罐头。赫连将军，
束秀英斗胆问一句：这江淮地界是不是也快要乱了？县君猜得不错。1个月前收到的消息，北周节度使魏玄已经自立称帝了。魏玄的20万铁骑挥师南下是迟早的事。魏玄的骑兵习惯陆上作战，咱们江淮一带多江河湖泊，地形更优于水师，若真打起来，也并非没有胜算。时候差不多了，我费劲来这江淮大营一趟，可不是只为做一笔生意的。赫连将军，楚某这些年究了不少机巧之物，其中有被人觉得不入流的，有能让粮食增产的，也有益于行军打仗的。楚县君此言当真？大人，那所谓能保存1年的罐头，都还不知是真假呢，你怎可如此信任他？此女妖言硕众，满脑子只有商贾铜胄，为了钱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，什么事也都做得出来，您千万不要被他蒙蔽了。楚县君，此为何物啊？这个叫手电筒，强光美泥板，不仅便携，而且发出的光能照得更远。喏，这里有个按钮，摁一下开，再摁一下关。这东西可比火把方便多了，也更亮。火把才能照亮多大范围，而且还怕刮风下雨。我这手电筒，风刮不灭，雨浇不熄，你们拿去就用吧，一用一个不吱声。这东西简直是夜战和夜间巡防的神器，一定很贵。楚县君，不知这手电筒价值几何？这个数30两，也还可以接受。我看在赫连将军你的面子上，给的可是良心价，30文，1文都不能再少了。楚县君，您方才说多少钱？30文啊，一口价，真不能再少了。我最多再让你们砍5文。不是30两，居然是30文，那岂不是可以给每个士兵都配上一只手电筒？哈哈哈哈哈！县君仗义疏财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赫连硕佩服。我都做好了还价的准备，你说这……楚县君，这是1万两定金，我要10万只手电筒。除此之外，县君日后若有需要帮忙的，我赫连硕定不推辞。10万只，还答应帮我一个忙？赫连将军，这东西我想军中也一定需要。这又是何物？这个名叫暖宝宝贴。你们过来一下。你们都过来。将军，你们像我这样把这里撕开，然后隔着里衣贴在身上。它在发热，一下子就不冷了。这么一小片东西，却能让身上源源不断传来热意，这到底是什么神奇的东西？简直闻所未闻。这样一张暖宝宝贴，撕开后能持续发热4个时辰，腿脚、后背、肚子都能贴，但记住不要直接贴到皮肤上，必须隔着一层衣物。楚县君，这暖宝宝贴又是怎么卖的？来，我说一下价格啊。今天主播楚某看在赫连将军的面子上，给大家福利价，不要999，也不要99，只需9.9。县君，点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9又9，这不重要。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所见即所得，一包整整100片。今天在这里只需9.9文就能给到大家。9.9文是这一整包的价格，他不赚钱吗？他难道真是义商？我要1包，不2包，我要3包。别急别急，我今天没带那么多货来，你们要多少我先记到账上，下次跟罐头一块送来。楚县君，这暖宝宝贴军营中也大量需要，就先统一采买20万包吧。好，暖宝宝贴20万包，动辄就是数10万货量的单子，来军营卖货果然没错。赫连将军，既然你如此捧场，那楚某也就不藏私了。我把我这些年压箱底的东西都展示给你。此物名为凡士林，专治手脚裂口、马蹄冻疮，量大见效快，一个只要29文。冻疮药可比这个贵多了，买。这个叫压缩饼干，一小块能顶3碗米饭，不用生火直接吃，
不拆封，保质期1年。方便又顶饱，买。此物名为望远镜，3里之内一览无余，夜间也能看清，300文一副。侦察神器啊，买。自发热德容暖内衣1套200文。买。复合维生素片，管手舌生疮、牙龈出血，打火机一按就难活，创可贴，绷带无菌纱布。买。全部货物共计387620两，抹零之后38万7，已收定金38700两。赫连将军，您看下，这货物和数目可都对着？对着呢。楚宪君，多亏有你，你的这些东西对我实在太有用了，我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报答你了。我是商人，钱货两清就是对我有最好的回报了。赫连将军，那秀英这就回去，尽快为您准备物资运来了。好，宪君一路当心。周副将、刘知虚，仍是你们带兵马护送。是。明明就是心系苍生，却非要说自己是在做生意。这些东西俱非凡品，却都被他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出售。哪个生意人能做这种亏本买卖？钦天监曾预言，四方将乱，圣人将出。莫非这就是圣人的境界？所以我才不懂。楚秀英，你会是预言中那位能够救世的圣人吗？楚宪君，可是受燃了？没事儿，许是谁在说我吧？赚太多钱就是容易遭人惦记啊。禀大人，前方大雪封路了，暂时过不去。啥？还好没走太远。楚宪君，要不咱们先回军营，等这边路通了再出发。行吧。巡逻的人怎么少了这么多？你们走后第3天，营里就发了疫病，一夜之间，整个军营的人几乎都倒了，也就我们几个还能站起来。军医呢？军医是干什么吃的？军医也病倒了，不止军医，就连赫连将军也病倒了。楚宪君，您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刚签的30万大单，这些人要是都死了，岂不就泡汤了？可这是瘟疫啊！我又不是华佗在世，钱重要还是命重要？我方才一路走进来，并未看到何处停放有尸体，你们把尸体都放哪儿了？尸体？您也不用盼着我们这么快就死吧？没有人死，一个人也没死。托您的福，我们都还挺着一口气呢。按照士兵所说，我们离开的第3天，营里就已经倒了大片，到今天已经又过去了5天，居然还没有死人。楚宪君，您别乱跑啊！你们都把口罩戴上，然后跟我来。想不到，还没等来魏玄的铁腿，就先让这一场瘟疫打倒了。天要亡我大庸啊！楚宪君，你不该来的，你赶紧离开这里。赫连将军，现在感觉如何？我能感觉到，我活不了多久了。楚宪君，我的这个副将不太会说好话，但为人绝对可靠。若你不嫌弃，能否带着他？还有他们都可以当你的护卫。我等誓死跟随将军。你们，赫连将军，可否脱去上衣，容我一观？若我猜的没错，这应该不是瘟疫。将军，请先脱衣吧。将军，帮我脱去上衣。不是瘟疫。首先，已经1周了，军营里却还没有出现死人，这并不符合瘟疫的特点，反倒忽然出现大片人感染，符合流感高感染率、极低死亡率的特点。其次，赫连将军显然已经是重症感染，但除了高烧、呼吸不畅这些以外，并没有出现疱疹、瘀斑，同样不符合瘟疫的发病特征。可我分明感觉自己就快死了。流感跟普通的风寒又不一样，如果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救治，也是会拖死人的。楚宪君，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对吧？现在军营情况不容乐观，我只能尽力。宪君尽管施为，
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等必全力配合。先为我安排一处空营帐，应该够用了。你们都进来吧。这些东西现在需要你们尽快将营中所有人分成3个区域：重症区、轻症区、未感区。高热超过3天不退、意识模糊的，立刻集中到下风方营帐，门口插红旗；发热但能走、剧烈咳嗽的，集中到中间营帐，门口插黄旗；无症状的，全部迁到上风方营帐，门口插绿旗。所有人严格佩戴口罩。这是消毒液，每天全范围喷洒消杀3次。黄色胶囊，每人每天2粒；绿色胶囊每天1粒，温水吞服，连续吃5天。红色胶囊，体温高于38.5度时吃1粒退烧止痛。这是体温称，对着额头滴一下就能显示体温。维生素泡腾片和葡萄糖粉，每天冲水喝，增强体质，预防感染。是。体温已经彻底稳定下来了，但是还要再休养1周。这期间禁止跑步，禁止搬重物，禁止出操，多喝水，多睡觉，少食多餐。楚宪军，我觉得我已经完全好了，让我去看看其他将士们吧。宪军，按您说的，每隔2个时辰监测一次体温。现在营内所有人的体温都已经稳定在正常区间了。快叫军医！老吕，到底怎么样？吕运一，你说句话呀！县主脉象虚浮，气血两亏，他是活活累倒的。现在谁都不许打扰，至少也要让县主睡够4个时辰。谁若敢在这期间吵醒他，别怪老夫翻脸。将军，我们听说楚宪军昏倒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楚宪军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楚宪军到底有没有事啊？大家都安静。宪军是劳累过度导致的昏迷，现在需要静养。楚宪军累倒了，宪军又不是铁打的，这些天为了我们忙得脚不沾地，怎么可能不累？如果不是县局，我们这些人哪还能站在这里？现在我们好好的，宪军却累倒了。我这条命从今以后就是楚宪军的了。我也是。安静，都安静！咱们江淮大营所有将士的命都是楚宪军救的。我知道你们不会忘恩负义，只是现在宪军需要休息，大家都先散了吧。是。赫连将军，你终于醒了。军医说你是因为劳累过度晕倒，需要静养。你现在饿不饿？灶上温的有粥，我去给你端来。我自己来。士兵们怎样了？都好了，他们听说你昏迷，都很担心。那就行，后续按我之前说的，让他们养着就行。我走了。走？是啊，这么多天过去，路应该已经通了，我得赶紧回去装货给你运来。不用这么急，你才刚醒，再休养几日吧。我现在精神倍儿棒，备马吧。楚宪军回来了！楚宪军回来了！东家，楚秀英，东家，您终于回来了！东家回来了！东家回来了！我就是出去跑趟业务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不是，怎么都来了？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啊！东家，要不是东家你传了信回来，石头早就去江淮大营找您了。我还能不回来了吗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东家一路辛苦，行宫处已经备好了饭菜和热水，还请东家移步。走吧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我这次去江淮大营谈成了一笔多大的生意。这些东西怎么都没听说过？
计38.7万2千。你们东家出马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金云啊，你以前当过宣抚使，你说这么大一笔银子，是不是已经快把江淮大营掏空了？像江淮大营这样规模的军营，每年军费一般都是在1000万两左右。什么？东家离开的这1个多月，倒是发生了件事。何事？进来吧。韩烈拜见新平县君。东家离开后半个月，附近的龙虎寨集结了匪众前来攻打，此人便是龙虎寨的大当家。多亏了东家留给戚先生的锦囊妙计，东家可真是神机妙算，不仅料到了会有外敌来攻，还能教我们怎样把敌人耍得团团转。我们按照东家教的来做，龙虎帮的匪众已经彻底心服口服了。什么锦囊妙计？东家，韩烈韩当家此前已经表示过，愿意带着麾下2000人马归顺。如今东家回来了，一切但凭东家裁夺。你是真心归顺？禀县君，韩某久闻县君仁义之名，十分敬佩。之所以会做出攻打宋家村的决定，实在是因为弟兄们都快活不下去了，走投无路。韩某自知罪孽深重，从今往后愿为县君当牛做马，供县君驱使，指望县君能给弟兄们一条生路。眼瞅着江淮地界也要乱起来了，正好留下这些人看家护工，2000兵马也不算少呢。那就留下吧，刚好保安部空缺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来财公司的保安大队长了。谢东家收留，谢东家收留。行了行了，起来吧，以后好好干。什么锦囊妙计？是缙云自作主张了，请东家责罚。不是，我什么时候说要罚你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没必要打着我的名头嘛。我又不擅长军事指挥，回头再露馅儿，我岂不是丢脸丢大了？不会露馅，我会一直跟着东家，永远。你不回家了？那你的家人？缙云父母皆已故去，也并无家室。对了，您在信中让我筹办建立学校事宜，已经推进的差不多了。学校是直接在旧有的私塾上翻新的，加盖了2排房屋，随时可以举行开学仪式。这么快？不错不错。不过教室数量是不是太多了？不会，这是预报名名单。这得有好几百人了吧？宋家村哪儿这么多适龄孩童？东家，您再仔细看看。宋家村、赵家村、新平县、淮安县、平昌郡、江州。除了咱们怀州本地，江州地界也有不少人听说了此事，纷纷前来报名，要把孩子送到东家您开办的学校。江州那么远，他们没事吧？东家的名声已经流传甚广，有不少人押宝在东家身上呢。什么押宝？不是在说学校吗？东家是还不想这么快挑破吗？也是，京中只是传出了皇帝病重的消息，尽管各方势力已经蠢蠢欲动，但东家既然仍选择掩饰，自然有其道理。荒年乱世，东家手段奇异，这些人难免会押宝在东家身上，觉得跟着东家有肉吃呢。那的确，别的不说，跟着我绝对饿不着。我开办学校，让戚缙云教授他们科学知识，如此经年累月教化，愚昧之风定然为之一清，说不定还真能培养出一些可造之材。东家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您上台讲话了。喂，感谢诸位踊跃报名的热情哈！值此年关之际，我宣布新平县第一小学正式建立。县君，我们都了解过了，您办的这学校不仅教识字算术，还教那个叫什么科学的东西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！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来支持。是啊，我也听说过，科学就是那个能让粮食增产，能让修路架桥更快，能让咱们生活更加便利的东西，好像也叫什么散而四。
乱世里教人活着的本领，也只有楚宪军才有这种人心和气魄了。那什么，大家报完名，把孩子交给对应的班主任就可以回了。以后每5天，孩子们都会放2天假，每年还有寒暑假，足够回家探亲了。好好好！楚宪军，我们是张子涵的父母，这个您一定要收下。子涵妈妈，不管你们送不送礼，学校都会尽心教导每一个学生的，这个我不能收。宪军，哦不，郡君，您误会了。这是我们夫妇2人为恭贺您受封君君特意送上的贺礼，跟我家子涵没关系。郡君？是啊，我们张家在朝中有人脉，因此提前得到了消息，您在江淮大殿营救了10万将士，朝廷加封您为平昌郡君的旨意已经在路上了。圣旨到！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大家回家后认真做课后练习题。下周来我会随机抽背勾股定律。好了，放学。我不行了，这数学老师一说话我就犯困，上课的时候我眼皮都快睁不开了。我们就不是这块料，当初来的时候满心欢喜，以为能在这里混出个名堂，在郡君大人面前露脸。现在可好，脸没露出来，倒把屁股露出来了。上次月考咱仨可是包揽了倒数前3名。慌什么？咱们本就不是冲着念书来的，咱们可都是为着建功立业来的。乱世就是舞台。我本来就是家里庶子，不受重视。当初选人来烧楚郡君这个冷糟的时候，谁都不愿意来。我想着缩呼一把，万一挣个从龙之功呢，就来了。结果事实证明，废柴在哪里都是废柴。舞台个屁！再说丧气话，头给你打掉。你们也用不着蔫头赖脑的，告诉你们吧，我已经有了重大发现。什么重大发现？陈涉10家，刘邦斩白蛇起义，还有这些。东汉黄巾军起义，号称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武周称帝前发现瑞石，上刻圣母陵人永昌帝业。元末韩山桃埋独眼10人，被刻莫道10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。2位，悟出什么来了吗？称帝前要造势，郡君把这些书放在学校，这还用得想吗？就是为了让我们闻弦歌而知雅意呢。那些只知道死读书的书呆子，竟是被我们先发现了。既然我们已经领会了郡君大人的暗示，接下来就要把这件事办得漂漂亮亮的。小胖，你家里是行商的，商队走南闯北，最容易散播消息。瘦子，你文采好。自从上次江淮大营的军费震惊到后，我就决定了要办银行。如今方案都已经起草好，只剩最后一个难题。银行不比其他，这种公信机构可不是说开就能开的，最好能得到官方批条，有官方信用背书，再加上我自己在民间的声望。进。东家，您的信。怎么了？皇帝死了。陛下病逝，谢丞相扶持宗室幼子继位，独揽朝纲，野心昭然。大小兵阀纷纷主张进京擒王，贺连硕还要拉我一起去，我手里可只有2000兵马。贺连将军收整了北方魏玄的残余部将，如今手握20万重兵。既然贺连将军相邀，东家与之同往，倒也不用担心安危问题。我不是担心这个，我只是在想，这未免也太巧了。刚好我需要找皇帝批条子办银行，贺连硕拉我进京擒王的书信就到了。东家，这或许就是天命所归。啥？总归这京城是要走一趟的。也是，那就走一趟吧。平昌郡君，别来无恙。贺连将军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向你贺喜呢。10万兵马胜了魏玄20万兵马，
赫连将军神威盖世啊！若非郡君你提供的大批物资，这仗我绝不可能胜。还有军中爆发流感那次，也全靠郡君出手，我等才能保住性命。这些恩情，我赫连硕一直铭记于心，只等有机会报答。将军既然都如此说了，那这一路上便拜托将军护送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这是演哪出戏？赫连将军，你终于到了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姓谢的无耻之尤，还文臣之首呢！居然扬言我们敢攻城，就杀了小皇帝，他绝对是疯了！他们这些人打着秦王的名号，实际没有不觊觎皇位的。但我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只想当个将军。这样，你让他们退兵，我立即封你为兵马大元帅，位居超品，如何？我呸！姓谢的，就算加封赫连将军，那也是皇帝加封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的话就是陛下的话，陛下，你说是不是？哼，是，听到了吗？尔等还不速速退兵，难道真要造反不成？如此奸相，如此懦主，大庸将亡矣！什么造反？要我说，咱们现在直接重新另立皇帝，攻进京城，就不算造反了，这叫御驾亲征。赞成。这么草率？那推举谁来做这个皇帝呢？你们一群反贼莽夫！我居有西南，兵多将广，且祖上乃雍氏宗亲，根正苗红。我曾荡平西北蛮夷，族中4世3公，功劳不比你小。若你能当皇帝，我也能当。那我除了有收复中原的战功，还是士林领袖呢。要我说，这龙椅我也能坐一坐。赫连将军，你说我们仨谁配当皇帝？诸位要换皇帝，我没意见，只是我认为为人君者，当以仁义为天下先。是否血统纯正，是否门第显赫，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看他心中是否装着百姓。若能使百姓饥寒为己之饥寒，百姓族苦为己之疾苦，则虽起于布衣，亦可为圣主。因此，若要让我推选出最合适作为君主的人，我认为当属平昌郡君。如芒在背，如坐针毡，如鲠在喉，谁来救救我？不是选皇帝吗？怎么扯上我了？我就是个来打酱油的。愚以为赫连将军所言甚是。平昌郡君宽厚仁德，义薄云天，百姓无不称颂，的确可为圣人明君。不仅如此，前些日子洛水中浮出大龟，龟背上刻有女主楚王，带有天下的字样，相信不少人也已经听说过了。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如此看来，的确是天命所归了。不是，你们都不问问其他人的意见吗？他们也不能答应啊。诸位，谁有异议？我倒是想有异议，可我手上才8万兵马，召集其他所有军阀合力，倒是能与赫连萧抗衡。可其他军阀凭什么听我的？本来我就不一定能争得过另外那2人，与其让他们2人中的一个当皇帝，还不如让这位素有贤名的平昌郡君上位呢。我没有异议，赫连将军，我也颇为认同啊！卑鄙无耻！恭请平昌郡君继皇帝位！恭请平昌郡君继位！恭请平昌郡君继位！不是，这剧本不对劲啊！我拿的不是经商剧本吗？难道我其实拿的是女帝剧本？东家，当了皇帝，您就能自己给自己批开办银行的条子了。是哦，我千里迢迢来京城一趟，不就是为了批条子吗？虽然过程和预想中不太一样，但总归结果是一样的。那朕就勉为其特当这个皇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残余叛军已经被赫连硕打得哭爹号娘纷纷归降，吏治也被戚晋云以雷霆手段一一慎清了。每天上朝就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好无聊啊！当皇帝的感觉也一般嘛。好怀念现代的冰箱、空调、手机、电脑、飞机、高铁啊！恭喜您已被100亿补贴炸中！
我的天，首页商品价格全部变成了0元，搜索出来的商品价格也全都是0元。陛下若觉得不错，臣即刻便让礼部去安排选秀事宜了。什么？选秀事宜啊！陛下正值壮年，膝下子嗣单薄，后宫也空虚，正应抓紧安排选秀，充实后宫，绵延子嗣啊！选秀。下月初1就是个黄道吉日，若陛下也觉得可行，散朝后臣便去筹备了。是不错，但是先不着急。众爱卿，你们谁能告诉朕，从京城到西北边疆要多久？快马加鞭，至少也要10日。不错，10日，还得是最精锐的信使，换马不换人。可若朕说，将来有一天，即便是普通人也能做到日行千里呢？陛下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日行千里，那是神话故事里才有的。是，但那是以前。以后，我们不仅能够日行千里，甚至能够在天上飞，能够跟远隔千里的亲人通话。夏天房屋里能凉爽如秋，冬天则温暖如春。会有一个叫互联网的东西，全国各地发生的任何事，在互联网上都能看到。只要去做，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众爱卿可愿意和朕一起将神话变成现实？臣愿意，吾皇所愿，皆能实现。大楚元年，纺锤飞转，煤铁并出，商不云集，民物渐丰，自是寰宇气运为之一变，史称工业盛世。